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资助了3年的女孩正拿最新款苹果跟同学炫耀。那资助我的就是个没本事的穷鬼，每月2000，连我一个包都买不起。那你还跟他联系啊？当然要联系啊，不联系谁给我钱花？等我毕业找个有钱老公，谁还认识他呀？林梦瑶，你说的那个穷鬼就是我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跟踪我？你是不是心理变态？居然偷偷跟来奶茶店？啊，他就是那个资助你的人，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我是顺路来买奶茶，这是我3年给你转的72000元转账记录，每一笔都有备注。自愿给我的钱就是我的，你凭什么来找我麻烦？我现在就把你拉黑，以后你别再来找我麻烦，我可不认识你这种穷酸人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以后就算求我也别后悔。哼！站住！你背上的书包是我去年送给你的18岁生日限量款礼物，3000块。你怎么知道？不对，这是我自己用零花钱买的。书包内侧我绣了你的名字缩写 LYM， 还有我的签名。要不要我现在拆给大家看？苏晓，你凭什么拆我东西？我警告你别太过分。我不想跟你废话。明天我会联系你们学校资助中心，核实你的贫困生资格。你去啊，我才不怕你，有本事你就去告啊！他拉着同学慌慌张张跑出门。书包上我送的刚才还反光的刺绣挂件掉在了地上，我走过去捡起来，指尖还留着金属的凉意。我把挂件放进随身的帆布包里，转身走出奶茶店。下午的阳光晒得我脸发烫，3年的真心为了狗的感觉让我觉得说不出的恶心。我回到家，打开电脑，搜到了林梦瑶的社交账号。最新一条动态是上周晒的3万块钱的香奈儿包，定位是5星级酒店。我点进那条晒包动态的评论区，他同学评论问是不是新追的大哥送的，他回复说几个傻子资助的，不花白不花。您好，我是过校学生林梦瑶的资助人，我要举报他伪造贫困证明骗取资助。您好，请您说下具体情况，我们正好也在核查他的资格。我把3年转账记录、定制书包挂件照片、他的社交动态截图全部整理成压缩包，标注好时间线后发给了资助办刘老师。5分钟后，刘老师回邮说林梦瑶同时提交3家公益机构的资助申请，还有另外2资助人也举报了他，已经核实了部分造假材料。您好，我也是林梦瑶的资助人，我这边有完整的转账和造假证据，我们可以同步信息。太好了，我正愁没处找证据，这丫头骗了我整整2年。我刚挂掉和张姐的语音，就刷到林梦瑶10分钟前发的新动态，配图是我司的春招终面邀请函，配文说下周就要去面心仪的公司了。我立刻登录公司的 HR 招聘系统，输入林梦瑶的名字搜索，果然在终面名单里看到了她的名字。简历自我介绍写着自强不息贫困生。我翻完她的完整简历，她不仅造了贫困生身份，还虚构了3段公益实践经历，把我带她参加的公益活动都写成了自己组织的。您好，我是之前和贵机构合作过公益项目的苏晓，麻烦发我2022年秋季助学活动的参与人员名单。好的，我稍后就把名单发您邮箱。我收到李老师发的名单，发现林梦瑶不仅在我们的项目领了2年助学金，还同时在另一个助学项目里领了整整1年的资持，累计金额3万多。我这里还有他去年问我要学费的聊天记录，说他妈生病要动手术，我当时还给了他1万。我都整理好，到时候一起提交给学校和警方。我刚把证据分类存好，手机就弹出来一条好友验证消息，申请人是林梦瑶。验证消息写着：你敢告我，我就去你公司泼脏水，说你性骚扰我。我没有通过他的好友申请，直接把这条验证消息录屏保存，
他的威胁对我来说根本没用，反而又多了一条诬告的证据。苏小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我的事捅到学校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你别忘了你是大公司的 HR。随便你闹，我等着你去报警告我。我把林梦瑶威胁我的录屏和通话录音一起发给了资助办刘老师，同时同步给了公司行政部做备案，避免他真的过来闹事。苏小姐，我们已经核实清楚，林梦瑶的父母是建材商，家里有5套房产，贫困证明完全是伪造的。好的，我这边也会配合学校提交所有证据。我把3年的转账记录、造假的贫困证明、社交动态截图、威胁我的录音全部按时间线排序，打印出来装订成册，每一页都标好了证据来源。我刚把证据册放进文件袋，公司 HR 工作群就弹出通知，下周一春招中面由我担任主面试官，面试名单第一个就是林梦瑶。我点开春招中面安排表，在林梦瑶的名字后面标了红色重点标注，等着她要是敢来面试，我会让她为说过的话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想起之前刷到过林梦瑶常在社交平台晒游戏充值截图，我翻出她隐藏的小号，里面全是某直播平台的高等级账号截图。您好，我要查一下这个账号近2年的消费记录，我是配合警方调查的举报人。好的，请您提供一下相关证明文件。我把学校开的协查证明发过去，半小时后，客服发来消费记录，林梦瑶2年累计给男主播打赏12万，全是资助款到账当天转的。我把这份打赏消费记录截图存入加密证据文件夹，同步发给另外2名资助人。张姐回复说，她也查到林梦瑶买奢侈品的流水。我刚存好消费流水截图，就刷到林梦瑶刚发的朋友圈，配文说中面准备了贫困生演讲稿，要让面试官感动到破格录取她。我定了周一早上7点的闹钟，睡前把林梦瑶的所有证据装进文件袋，放进随身的公文包，提前半小时到公司会议室，等她来面试。周一早上，我提前半小时到公司，打开会议室门，把证据册和林梦瑶的简历放在面试桌最上方，提前调试好录音笔，准备全程记录。第一个面试的林梦瑶，简历写的是贫困生，拿了好几次奖学金，看起来挺优秀的。等她进来看看再说，先别着急下结论。苏总监，第一位面试者林梦瑶到了，现在可以让她进来了吗？让她进来吧，把门带上。各位面试官好，我叫林梦瑶，是 X 大学的大4学生。我是一名贫困生，平时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维持生活。你的简历上写了你获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，还组织过公益活动，能详细说一下具体经历吗？当然可以，这些经历让我成长了很多。林梦瑶放在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屏幕亮起来，弹出她妈妈发的微信，内容是：我和你爸在三亚玩，给你买了新 LV 包，面试完给你寄过去。你说你勤工俭学，那你能解释一下你上个月在 LV 店消费2万8的记录是怎么来的吗？我没有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有我的消费记录？你是不是调查我？我就是那个每个月给你转2000块钱的穷鬼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林梦瑶看清我的脸，瞬间就傻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着求我原谅她，说她都是一时糊涂，求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。苏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过我这一次吧，我要是被公司拒绝就完了。你当初花我钱骂我穷鬼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苏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你说的那个骗资助的贫困生？对，我资助了他3年，他骂我是穷鬼，还伪造贫困证明骗助学金。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我爸妈不知道这件事，求你不要告诉他们，他们会打死我的。你爸妈不知道？那你妈在三亚给你买 LV 包，他们也不知道？接电话，开免提，
让我们听听你妈是不是真的不知道。宝贝，面试怎么样了？面完我们在三亚给你买了新包，骗那几个傻子的钱够花不？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面试过了？过了我们回去给你买新手机，资助的钱再要几个月就毕业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完了！太过分了，一家人都是骗子，居然还好意思来面试写贫困生，简直不要脸。对，这种人绝对不能录取，不然公司名声都坏了。我让保安把林梦瑶带出公司，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说我毁了他的前途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我把林梦瑶的情况同步给所有面试官，把他的简历放进了公司的招聘黑名单，以后永远不录用这种道德败坏的人。苏小姐，我们已经核实完所有证据，明天就会在学校官网发布通报，撤销他所有奖学金和荣誉，还要记过处分。好的，麻烦你们了，有需要我配合的地方随时说。我把学校要发通报的消息同步给另外2名资助人，张姐和王哥都很开心，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们准备联合起诉他，退还所有资助款。第二天上午，学校官网正式发布通报，撤销林梦瑶所有奖学金和荣誉称号，给予记过处分，责令退还全部助学金和所有资助款。刘老师您好，通报我已经看到了，还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？不好了，苏小姐，林梦瑶的父母跑到学校资助办撒泼闹事了。他们说我们学校故意针对林梦瑶，毁了她的前途，还要去教育局告我们，让我们撤销处分。您别慌，我现在就把所有证据再发您一份。他们闹也没用。妹妹，我刚看到学校通报了，我朋友在学校上班，拍了林梦瑶父母撒泼的视频，我发你。太好了，张姐，这刚好是我们起诉的新证据。我点开视频，林梦瑶妈妈背着 LV 包，戴着金镯子，坐在资助办地上哭穷，说家里连饭都吃不起。苏晓是自愿给钱的，不算骗。陈律师，我是苏晓，我刚收到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人恶意侵占我的财物。这段视频刚好可以作为他们恶意侵占他人财物的证据，我们可以追加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。好的，陈律师，我稍后把视频发给您，麻烦您了。我刚挂掉律师的电话，就刷到林梦瑶的新动态，她发了一张在医院的自拍，配文说被我逼得抑郁症复发，要找媒体曝光我。苏总监不好了，有3个人在公司大厅闹，说你毁了他们女儿的前途，要你赔50万。我知道了，你先让保安拦住他们，我马上下来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公司的高管欺负我们贫困家庭，逼得我女儿抑郁症都复发了。今天不赔我们50万，我们就可以不走了。我就是苏晓，你们要50万赔偿可以，先把骗我的7万2千元资助款还了再说。那是你自愿给我的，凭什么还？我认识他，他就是那个骗资助的贫困生。昨天学校刚发的通报，他家开建材店的，有好几套房子。你胡说，你和他是一伙的。我要报警告你们诽谤！不用你报，我已经报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有些情况需要你们配合调查。警官，这是林梦瑶伪造贫困证明、骗取资助款的所有证据，还有他们在学校和公司撒泼的视频。好的，这些我们都会核实，你也跟我们回派出所做个笔录。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，民警调取了林梦瑶家的户籍和资产信息，显示她父母经营3家建材店，名下有5套房产、3辆车，净资产1000万。你们家资产过1000万，完全不符合贫困生标准，虚构贫困身份骗取资助款，已经涉嫌诈骗了。不可能，我们只是拿他点钱，怎么就成诈骗了？如果你们拒不退还资助款，受害人可以走刑事诉讼流程。可是那些钱都被你花的差不多了呀！我不管！
我做完笔录离开派出所的时候，陈律师给我发消息，说查到林梦瑶父母刚把2套房子过户到他舅舅名下，明显是在转移资产。我已经把房产转移的证据提交给法院了，现在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，冻结他们剩下的资产，防止再转移。好的，我这边把派出所的笔录也发给您，麻烦您走流程。我刚把我的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都提交给法院了，这一家人太恶心了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，要求林梦瑶退还12万资助款。我这边也提交了财产保对申请，应该很快就能冻结他们的账户，冻结后就能避免他们再转移资产。陈律师发来银行流水，显示林梦瑶家账户被冻结前半小时，还有一笔12万的转账打给了男主播，刚好是我们上个月刚打的资助款。我刚挂掉律师的电话，就刷到林梦瑶妈妈发的抖音视频，她对着镜头卖惨说我们有钱人欺负穷人，要网友帮她讨回公道。林梦瑶妈妈的视频发出去不到半小时，就被网友扒出了她的真实家境，还有学校的通报，评论区全是骂她骗子的。视频很快就被平台下架了。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撤诉好不好？我给你打工还钱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我不想留案顶啊！当初你骂我穷鬼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法院通知下周3开庭，我已经整理好所有证据，胜诉概率100%。他们那边还没提交答辩词。好的，我会准时出庭，麻烦您准备好材料。我后来从律师朋友那儿听说，林梦瑶父母找了好几个律师，人家看完证据都不愿意接他们的案子，说必输无疑，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。开庭前一天，我把所有证据按顺序整理好，放进文件袋里。3年的真心被践踏的愤怒，终于等到了讨回公道的那天。法院当庭宣判林梦瑶一家退还所有资助款，共计23万元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。学校也同步发通知，将他的行为记入诚信档案。判决生效10天后，林梦瑶一家拒不执行退款要求。我联系陈律师，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，要求冻结他们所有可执行资产。我们没钱，有本事你就把我们抓起来，大不了当老赖，反正我们也不坐高铁飞机。随你的便，失信的后果你自己承担。强制执行申请已经通过，法院会冻结他们所有银行账户，还会把他们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好的，麻烦您跟进流程，有进展随时通知我。苏晓发来林梦瑶的社交露台截图，她私信找男主播要回打赏的12万，结果被对方拉黑。男主播说根本不认识他这个粉丝。苏小姐，我们已经把林梦瑶一家3口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限制所有高消费，3套房产马上挂司法拍卖。好的，法官，麻烦您了，我这边没有其他异议。我刷司法拍卖平台的时候，看到林梦瑶家的3套房产已经挂出来了，其中1套还是我3年前资助她时，她哭着说要卖了给妈妈治病的那套学区房。我妈病了，我要卖房子。林梦瑶母亲在法院门口撒疯，妨碍公务，我们已经按规定处以司法拘留3天的处罚。拘留期间，她家人已经同意配合拍卖。我知道了，后续拍卖流程按规定走就好。林梦瑶爸爸到处找亲戚借钱补窟窿，结果所有亲戚都知道了他们家骗资助的事，要么不接电话，要么直接说没钱借给他。房产拍卖公告发出去3天，已经有20多个人报名竞拍，其中有一个 ID 备注是被林氏建材坑过的供应商，看起来是林梦瑶家的老仇家。你猜房子被谁拍走了？就是那个被坑过的供应商。他说当年林梦瑶爸爸欠他80万货款没给，这下刚好低价拿房抵债了。因果循环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拍卖款已经到账，总共247万。
扣除相关费用后，23万资助款和牙费会在3个工作日内打到你们3位申请人的账户。好的，麻烦您了，法官。后续有需要我配合的地方，随时说。我刚收到钱，刘老师就发来消息，说学校扣了林梦瑶的毕业证，要求她退还全部2万助学金，否则不仅不发证，还要把她开除学籍。我这边的8万也到账了，我不想留着晦气钱，咱们一起把钱捐给公益机构，资助真正需要的孩子吧。我同意，这钱就当给孩子们做好事了，也比给骗子花了强。琛哥，刚好联系之前合作的公益机构成立专项基金。喂，李老师，您好，我是苏晓。苏晓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孩子身上。基金就用你们3个的名字命名，好不好？不用署名了，就叫微光助学基金吧，希望能帮到更多孩子。23万资助款全部到账，并捐出成立专项基金。林梦瑶被纳入失信名单，扣发毕业证，所有造假、诈骗、撒泼的证据都成了她的惩罚依据。3年的纠葛终于有了结果。我刚拿到捐赠证书，就刷到本地自媒体做的反诈视频，主角就是林梦瑶，她找自媒体卖惨，想抹黑我，结果人家早就拿到完整证据，反而曝光了她的诈骗行为。视频很快就火了。本地的大学生和职场圈都传遍了林梦瑶的事，她的名字成了贫困生诈骗的典型，所有企业招聘都把她拉入了黑名单。苏总监，那个林梦瑶又来公司楼下了，跪在门口说你不原谅她，她就不起来，好多人围着看呢。我知道了，你让保安把她赶出去，再闹就报警。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给你做牛做马都可以。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你之前骂我穷鬼、拉黑我、撒泼闹事、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求我原谅？现在说这些太晚了。女士，请你离开，不要扰乱公共秩序，否则我们就报警了。苏晓，你好狠的心，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吗？林梦瑶被保安拖出去的时候，还在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嘴里骂我不得好死，说就算他完了，也不会让我好过。我只觉得可笑，根本没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。苏晓，我跟你说个好笑的事儿，昨天那个骗资助的林梦瑶来我们公司面试，我当场就把她拒了，还把她拉进了行业黑名单。她确实不值得被录用，是应该拉黑。后来我听朋友说，林梦瑶跑了10几家公司面试，要么直接被认出来拒了，要么查到她的失信记录，根本没有公司敢录用她，连服务员的工作都找不到。3个月后，我去市中心商圈参加微光助学基金的公益宣传活动。散场的时候，看到路边发传单的女生很像林梦瑶，穿着廉价的工服，戴着口罩，畏畏缩缩的。我慢慢走进那个发传单的女生，她正低着头给路人递传单，路人要么不接，要么接了就扔在地上，她也不敢说什么，只是默默捡起来。她捡完传单抬起头，刚好和我的目光对上，瞬间就认出了我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睛瞪得很大，手里的传单哗啦一下掉了一地。她反应过来之后，立刻蹲下来胡乱地捡地上的传单，捡了2把，就直接抱着剩下的传单捂着脸跑了，连旁边客人伸手接传单都顾不上理。姐姐你好，我是微光基金第一批资助的学生李萌萌，我妈妈说当年是你资助了我，我特意来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好好读书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我看着女生蹦蹦跳跳离开的背影，又想起刚才林梦瑶狼狈跑走的样子，只觉得善恶终有报，善良应该给值得的人，所有真心都不会被浪费。我转身走向停车场，夕阳洒在我身上，手里的奶茶还冒着热气，包里的捐赠证书沉甸甸的。我知道以后我还会继续做公益，只是再也不会随便付出真心给不值得的人。